如果你跟我一样出生在90年代，那么有一首歌，在我们学生时期带领我们进入零度空间，在 KTV 里面大声呐喊嘶吼，一首代表我们青春摇滚不死的共同回忆。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是我认为台湾最早把 emo 跟饶舌元素放进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代表人物之一，柯有伦。Alan 哥，终于邀请你来我节目。上次去节目玩，对，换来这边。上次去那个垦拼兄妹，对，兄妹挺好的，对不对？对，带你们去野外打野战。今天来这边室内场馆，哇，这个很舒服。对，上一次你来这边是什么时候？看你们演唱会，看 Trash 演唱会的时候，好像是。不久前，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太多感想了。你要我听最老实的那个吗？一定是最老实的、最直接的那个，最直接的那个。我觉得屌炸，真的。大家如果真的从以前就认识我的话，他知道我是很喜欢听摇滚乐的。对，那我是很喜欢听那种很纯正的摇滚乐的。对啊，那真的很久没有在台湾，对，然后可以看到一个乐团让我从头做到尾。我觉得从头。那天是好险不能冲到舞台前面，要不然我就直接冲到最前面，哇，很嗨啦，真的很嗨。谢谢。其实今天我觉得我想要聊聊，因为上一次去你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音乐上的历程，就是看着这个摇滚乐，你那个时候这样蓬勃的发展，到后来就是整个心路历程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从Alan 哥开始做专辑，做的那个第一张专辑前，你经历了什么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首歌叫做《爱死你》啊，爱死你，对，跟莫文蔚。爱死你，我说如果我们世界决定灭亡后，对啊，就是这首。先是《爱死你》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发现说，柯有伦这个人的声音好奇怪，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唱歌。我小时候就是最常听这首，对，这首他就是那时候其实有一个乐团叫做 Evanescence。你知道 Evanescence 对 Evanescence 非常红，然后莫文蔚就很希望说，哇，有一首歌可以像 Evanescence 这样子，那我们就做了这首歌叫《爱死你》。对，好了，那大家就听到《爱死你》之后，大家觉得说，哦，这样的音乐摇滚乐其实很酷，对，也没什么太多人会做，对啊，然后反正就唱片公司老板就对我就说，感觉我好像可以发片了，对，然后那时候发了一首歌是在求婚事务所。对，求婚事务所里面有一首歌叫《拼了 Wake Up》啊，对，发了一首叫《Wake Up》，然后大家听完《Wake Up》之后就发现说，这个人的声音太奇怪了，怎么会很特别？怎么会有人唱 Wake Up Wake Up 为你活了下来？对，就怎么会有人这样唱歌？超怀念，对，很怀念，在一唱很多人都很怀念。对，然后可是还是没有让我发片啊，还是没有让我发，很奇怪，对不对？对，很奇怪，就是。爱死你，然后那个都是那时候最红的歌，对，然后拼了 Wake Up， 然后还是没有发片。好了，最后这个柴智屏柴姐，她说有一个她的电视剧要主题曲，对，那个电视剧叫《战神》，然后就这一首仔仔的那个战神嘛，对，然后就是走入零度空间，等到一切分裂，就算来了危险，我们一起面对。对不对？对，就战神，就零就出来了。对，零太红，就我必须要发片，扛不住了，大家都我必须要发片了。对，然后就那个时候才换来我的第一张专辑。因为像2000年初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国外也有很多同学，刚刚你讲的伊凡塞斯啊，然后 Linkin Park， 对 Linkin Park 那些就是开始炸起，全世界炸起来了。对，那个时候对你的音乐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摇滚很幸运，因为那个时候有 Green Day 啊、Linkin Park 啊很多，然后甚至艾维尔，对 ，I wanna be a skater boy， 对，就是朋克摇滚啊，一些主流摇滚 ，New Metal， 全部都很盛行，甚至 Linkin Park 还来台湾中山足球场那边开演唱会，对，哇，那时候真的是超盛大的，就是我们看哇，原来摇滚演唱会。
这么嗨，然后 Linkin Park 在上面这样子，对，我们看的都真的是傻，玩摇滚的人全部都傻眼这样子，对，才更喜欢，就是更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类型的音乐放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拓的，就是国外这些乐团们，就是我们就是在拓这些音乐嘛，就是一定，比如说做摇滚，我一定要做到位，我一定要就是跟国外的，就是听起来不会有落差，对啊，尽量跟到了。我们在节目的时候，你也有聊到说，像台湾，你觉得摇滚乐的教父薛岳，对，薛岳老师，就是因为有一首歌，就是如果还有明天，就是那个信翻唱的版本，你后面也是有唱一段，对，那可以聊一下当时候这件事情吗？那个时候超酷的这样事情，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薛岳是谁，在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就离开了，好像30多岁，他也是30多岁，然后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他是带病在身，然后还去做完自己最后一场演唱，对，就是在舞台上表演就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接到说这个我要跟信哥一起来唱，如果还有明天，他说他会翻唱这首歌，对，然后他说因为翻唱的旋律他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这么高昂这么摇滚，他希望有一段东西是让他再把它推出来的，那就是我后面就产生我后面的那段了嘛，他就比较像 new metal 一点这样子，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赶快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薛岳是谁，我就想薛岳 OK， 为什么信哥要翻唱这首歌？我说OK， 那我查查看，电脑一查，我就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我就看那电脑，那我看到前面2行字的时候，我已经流眼泪鼻涕，全部都在我就开始哭了，因为我就才知道哇，原来薛岳他是用生命最后一场演唱会把它演完，奉献给摇滚乐，所以我的第一句的词我就写1990的秋天演完最后一场，生老病死的对话送来新的希望，下雨了，那是你的眼泪吗？将我淋湿可以吗？所以我就看完之后我就说哇，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时候天健老师了，我说老师，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什么叫做 respect。对台湾音乐，我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也跟信哥讲，我说我真的太感谢你邀请我唱这首歌你让我对音乐、对摇滚又有另外一个看法。这几首歌都是我就是以前睡前就是都会听哇，听这么黑，都会听这些东西这样。然后你刚刚讲的1990的那个，我就哇，对啊，真的是1990他就其实我出生的那一年，哇，1990，对，所以。哇，我现在就是脑海都是很多那个时候的回忆，这样就听这些歌，但我完全不知道这些背后的这些故事，这样。因为其实我像这样子类型的音乐，我觉得它需要很多的英雄，需要很多的英雄。是，那薛岳就是英雄，他的这种力量就是摇滚乐最需要的。对，就是你就是一个。你只要唱如果还有明天，谁会写这样子？你会怎样装扮你的脸？对不对？对，就是你的那个歌词，你就想说这个人怎么会写这样子的歌词？对，才知道原来他1990，他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之后，他有差不多的时间他要离开了，所以才会写出如果还有明天这样的歌。TMC IR 2.0资源包开放下载中。聊聊这把吉他吧。这把它是一个挺昂贵的 Taylor 嘛，对不对？对 Taylor。然后为什么要聊这把吉他？因为它是我老爸留给我觉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人生第一把吉他就是一把 Taylor。没有啦，这个故事很好笑。这个就是因为我爸他很喜欢，他是从小都想要当歌手的
哦，真的、真的，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因为他又当演员嘛，对，然后又有做导演，对，可是他其实也有发唱片，比如说他唱《笨小孩》，对，然后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对不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对，我们叫做 Poet 诗人乐团。Poet， 然后那时候就要表演了，然后反正就是有一首歌我要弹木吉他，对，然后我就问我爸说，我说，哎，老爸，那个，你没有木吉他吗？他说有啊，他说你会弹吗？我说我不会弹，可是我要表演，我说你可以借我，就背的去给，就是背来给大家看这样子吧。哎，他真的还有哎，他就把这把吉他。然后就是他说，哎，那就你去那个客厅那边，等一下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你就拿出去玩就对了。我说 OK， 那我就带着这把 Taylor， 我也不知道，因为是用箱子装的嘛，对不对？我就带着它，然后到我表演的地方。对。然后我一打开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会弹吉他，可是我带了一把 Taylor 出去，大家都，就我一打开吉他，大家。哇塞！你带这么好的吉他来干嘛？你这个白痴！他说你会弹吗？我说我不会弹。可是我带了一把 Taylor， 然后我说这我爸就是让我带出来的。好，接下来换这把琴。哦 ，Epiphone。对 ，Epiphone， 我人生没有买过 Epiphone 的琴，这是我第一把买，就是看，因为以前看 Epiphone， 你就是会觉得有马汀啊 ，Taylor 啊，对，雅马哈，Epiphone 就一直没有对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说冲动，对，可是这把为什么会买呢？对，因为首先它很漂亮，对，就是颜色超漂亮的，超漂亮。然后呢，它是我们五月天怪兽歌的联名琴啊，对，联名琴，对啊。然后那时候是去跟石头哥聊天，哦，这边还有写，真的这边有写 Monster， 对 Monster。那时候去跟石头哥聊天，然后就借了一把琴来弹，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弹木吉他，这样弹，然后弹完之后，他说哦，那个这是那个怪兽的联名琴啊，我说我跟你弹，为什么不是弹石头的联名琴？然后他说怪兽，那我一看说，那我就问石头哥，我说石头哥，如果我在你面前买了怪兽哥的联名琴，你会不会觉得很堵然？然后他说，他是说不会啊，然后说哦，那我就买了。所以我在石头哥的面前买了怪兽哥的联名琴，因为他真的很帅了。对，他就是你喜欢木吉他的人，我觉得看到这把他的那种复古，然后 Y body， 对，比较大颗嘛，对不对？对，这种比较对啊。然后后面整个，我觉得每次这个只要拿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哇，好酷。对，它的箱背也很漂亮，它箱背也很漂亮，对啊。对，还有你看，就是独角兽，对，独角兽很棒，超棒。接下来换这把 Martin， 这把是我在美国的那个 Guitar Center 啊，是 Guitar Center 叫 Guitar 什么？对 ，Guitar Center， 对，反正他 Guitar Center 很多琴让你去试嘛，对，那其实那时候有一个人在我旁边，他买了一个好贵的琴，真的，他买了很多琴，就买很多把，他就说，哎，这个他都要这样子。然后我就看说，哇，好酷哦，这个人这样子。所以就他买这么多琴，我才产生这个说啊，不如我也要买一把，我也买一把，要不然我有点太难看了，你知道吗？他这试好多琴，他全部拿出来，他可能是卖吉他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所以他就是反正每一把拿出来，然后都是超过20万台币的那种琴，很贵，真的很贵。那我就坐在他旁边听，因为我也不敢弹，然后我坐在他旁边听，那他也看我很怪这样。听，哦，他全部买的时候，他也看我买一把马丁，对啊。到美国你买琴的时候，感觉特别不一样，对啊，因为在台湾，几家那个乐器行，你去跟他买琴的时候，没有我觉得没有在美国那种感觉对，因为在美国可能旁边都是一些就是外国人，对，然后他会试弹给你看，超强的，那你就哇，对不对？那你就会被他技巧给骗了，对，被他技巧给骗之后，那你就想要去买那个琴。对，我在美国每次都被他们骗，对啊，然后加上有些人就是你看他购买那个买琴的时候那种爽感，你知道吗？没有我觉得是一个很欣赏了，真的很欣赏他们的整个文化，跟我，因为我们到那边我才发现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摇滚乐？对啊，真的。别问我痛算什么，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
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别担心，别怀疑自己。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我扛得住。哦耶！刚听完我们这一次北流做的这个 IR 的这个技术之后，听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应该很惊讶，哇！我再思考一下。刚刚听了一个是第一遍是有把这个 IR 技术加进来的，放进来了，然后第二遍我自己是觉得放进来的时候，整个空间感变成更贴近你了，对不对？就是好像我的人拿着木吉他跟阿元我们两个人，就是突然间坐的离了观众很近的感觉，对不对？那没有套的那个就感觉好像我们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空间因为北流很大，然后就我们比较渺小一点，对，那是没有套的一个感觉，因为它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它有一个技术去取样，它打一个脉冲叫 impulse response，然后就是打脉冲去 capture，它就是因为像以前它是模拟啊，对，模拟其实就只是模拟，对，但现在就是取样，是真实的感受的东西。哦，OK， 其实我们这一次有北流啊、高流、台中歌剧院、高雄卫武营，还有两厅院，就是有各个场馆的不同的 IR 免费开放给全世界的人使用下载。你只要拉取，肯定有各种 Cubase， 对，你有各种录音软体都可以。对，只要可以读 IR 的那个档案就可以把它掏进来。对，好像突然间我在北流开演唱会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对，其实让人家是有这种感觉嘛。对，就是比如说，好想在北流开演唱会，不过还没开，没关系，先套一个，先模拟一下，先取样这个空间，让你感受一下在这边唱歌的感觉，很酷。对啊，比如说像这种取样的这种技术，你觉得未来好了，对，就是我们都可以捕捉这些空间，你有没有对这种未来的世界有什么想象？取样哈，因为我觉得现在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好得一点，你不觉得吗？就越容易，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机会，一辈子没有机会来北流唱过演唱会，对，可是呢，你套了一个北流的这个 IR， 在你的刚自弹自唱里面的话，你其实就是自己可以知道说，原来在北流唱歌也就这样子，没有，就一个想象，一个想象，很确实，直到你自己有机会来到这里面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实感就会很酷，对不对？就是你以前我还没有进来之前，我赶快先试试看，然后真的有机会进来的时候，说跟那个曲样，因为它是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感觉嘛，对，我觉得这是超酷的一样事情。上一次去你节目的时候，你有跟我讲一个，就是现在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不管演戏也好，或者是主持节目也好，你都希望为音乐做点事。对，我觉得这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其实为音乐做点事，你不一定只能做音乐，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这样，我觉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会跟我讲这句话。对，我觉得为音乐做点事，
一个很好的听众，他其实也在为音乐做点事情。你知道吗？对，就比如说我们只是去欣赏别人的歌，这么简单，他其实也在为音乐做事情。那为什么我说做不管任何事情了，就是说我今天去有节目去上节目主持，然后去比如说演戏也好，到后面我都还是希望可以做一点音乐。对，因为总觉得说音乐曾经跟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它有点像救了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音乐在我身边，那他把我从一个最黑的一个空间里面，拉出来，然后看到微微的光这样子。那他也有把我从微微的光又打回到黑洞的时候。这个朋友很怪，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会救了你，然后说要把你踢下去，就说拜拜。所以我觉得音乐它完整了我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不管做任何什么事情都好，我都希望有一天，就是结束工作的那一天，可以回到家里面，拿起木吉他，不管唱一首歌给自己听，或者唱一首歌给我的女儿听，觉得音乐会带来给大家开心，更有幸福感的一样东西。是，所以为什么要为音乐再做多一点事情？因为还相信自己可以用音乐再去有一些好的作品，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幸福感。对啊，非常谢谢 Aaron 哥，谢谢在上我们节目，谢谢。然后我期待未来的我们能够继续把摇滚乐就是发扬光大，用力的玩下去，不放弃。对，谢谢 Aaron 哥，谢谢。这次谢谢北流提供我们这么大的场馆来让我们拍摄，然后另外也谢谢婉玲乐器赞助的2包木吉他选 Elisa 的。那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内容，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就会从留言里面抽出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 Elisa 木吉他选。就这样，接下来的节目会更赞，到时候见。Peace。